咖啡豆品牌合集。首先是最早的 Folgers。1965到1986年间 ，Folgers 咖啡聘请了 Jenny Christine 作为代言人，在一系列广告中都扮演着奥尔森夫人的角色，向邻居们推荐 Folgers 咖啡。Folgers 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但也被冠上了性别歧视的名头。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850年，年仅14岁的 James Asen Folger 和他的2个哥哥 Edward 和 Henry， 因为家中发生了一场大火，不得不从 Nantucket 来到加利福尼亚。当时美国正值淘金热，本来他们兄弟3人是打算前往加利福尼亚北部淘金的，但是当他们抵达旧金山时，他们的钱就只够2个人前往矿区了。一番商量后，比他大的2个哥哥继续前往矿区，而 J.A. 就留在了旧金山打工来赚取路费。在旧金山 ，J.A. 遇到了 William H. Bowie。William 计划在旧金山建造一家工厂，于是聘请了 J.A. 作为一个木匠来协助他。在当时，人们喝咖啡都需要购买生豆，然后自行烘焙和研磨。William 注意到这是一个商机，于是，在1850年，他成立了名为 Pioneer Steam Coffee and Space Mills 的公司，主营产品就是研磨好的咖啡粉。J.A. 在 William 的工厂工作了1年，攒到了足够的钱。当他准备前往哥哥们工作的矿区时， William 找到 J.A. 商量，想让 J.A. 继续为他工作，但是 J.A. 还是想和哥哥们团聚。经过一番协商后， William 将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 J.A.， 而 J.A. 也同意成为公司的销售，在旅途中携带咖啡样品向旅途中的商店推销，并将订单转发给 William。 就这样，在一边推销和一边赶路中， J.A. 抵达了矿区。在矿区的工作劳累而辛苦，淘金远比想象中要艰难很多。 J.A. 发现这样的工作让他倍感无聊与疲惫，只有在推销咖啡的时候，他似乎又找回了自己。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很多人为了支持政府的反奴隶法案投入到军队中。南方阵营里的咖啡对战争结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随后的视频中会专门讲一讲这个故事。于是，在1865年 ，J.A. 告别了哥哥们，重新返回旧金山，成为 Pioneer Steam Coffee and Space Mills 的正式合伙人。但是内战过后，全国经济崩溃，导致公司破产。J.A. 说服债权人偿还了公司的债务，并于1872年买下了其他合伙人的股权，将公司更名为 J.A. Folger & Co。 在 J.A. 领导期间，一直致力于打造卓越品味的咖啡。在1890年代，大部分咖啡豆进口商都是采用目测，也就是看咖啡豆的颜色大小来估计咖啡豆的好坏。在当时并没有标准的杯测流程，有的只是杯测的一个概念，而 J.A. 直接将杯测的概念转化为了实际行动。关于杯测的故事，我们有机会也会专门讲解一下。J.A. 亲自品尝、购买以及售出的咖啡，来确保咖啡的品质。当时的顾客们也发现Folger 推出的 Mountain Grown 咖啡豆在香气和味道方面表现得极为优异。J.A. 一直秉承一个信念，良好的声誉永远是第一位。1889年 ，J.A. 去世，享年54岁。去世之前，他给儿子 James Asen Folger 2世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企业的成功不仅仅是盈利，良好的声誉永远比赚钱重要。J.A. 去世时，小詹姆斯已经在公司工作了7年，他随后接替了父亲的总裁位置，并扩大规模，以批发零售的方式销售咖啡。1900年代，公司营业额开始急剧增长，这都要归功于一位名为 Frank Perry Asen 的推销员。在此之前 ，Folger 一直都只在加利福尼亚州销售产品。随着 Frank 的加入，公司的经营范围扩张到德克萨斯州，并在那里开设并管理一家咖啡工厂。正因如此，公司营业额出现了指数性的增长。在20世纪40年代，二战期间，咖啡需求量激增，但是金属材料却又短缺。于是 Folger 临时将咖啡包装从金属罐子改为了玻璃罐子，而且人手也严重不足。忙碌时，甚至需要高管和销售人员也来帮忙包装咖啡，并且在战争期间为美国部队提供咖啡供应。经典的美式咖啡也是在二战期间发明而来。以后我们会找机会专门聊聊。1953年，速溶咖啡开始流行，Folger 也推出了自家的速溶咖啡 Folger Instant， 但是后来由于未达到顾客的预期而停产。但是 Folger 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一产品，经过不断尝试，于1958年，新款 Instant Folgers 速溶咖啡粉末登场，这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3年 ，Folger 被宝洁公司收购，并简化了其公司名称，将原本的 J.A. Folger & Co. 改成现在我们熟知的 Folgers Coffee。在宝洁公司旗下期间 ，Folgers 开始向全国范围销售咖啡，并成为了美国第1大咖啡品牌。这是因为在当时 ，Folgers 展开了一系列的电视广告宣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这一系列的广告都有着类似的套路 ：Husband pleasing coffee。在相似的故事情节中，妻子都会给丈夫做一杯咖啡。然后丈夫开始抱怨咖啡难喝，甚至用恶劣的词语辱骂妻子。然后妻子在他人的建议下选择 Folgers 咖啡。故事总是以丈夫终于满意并感激妻子为结局。或许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女性的不平等问题。
在很多其他品牌的广告中也能依稀看到。随着时代发展 ，Folgers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84年将自己的宣传语改为 The best part of waking up is Folgers in your cup， 并以此打造了一首宣传歌曲。这首歌直到如今也会出现在 Folgers 的广告片中。Peter comes home for Christmas。这则广告打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一起过圣诞节的画面，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这个广告持续播放到1998年才停播，而后在2009年 ，Folgers 以相似的剧情又重置了这个广告，但是却因含有性暗示的嫌疑被口诛笔伐。此外，Folgers 还经常推出一些魔性的广告。1991年 ，Folgers 在广告中将高档餐厅的咖啡换成了 Folgers 速溶咖啡，顾客不仅没有喝出区别，还觉得很棒。Folgers 发现这个广告效果很好，于是突发奇想，让导演又拍了另一个版本，在广告中将输血病人的血袋改成了 Folgers 速溶咖啡，而病人的反应却是 How do you all feel? 在2006年还推出了一个名为 Happy Morning 的洗脑广告。2008年，宝洁公司将 Folgers 转让给了 J.M. Smucker Company。当时 Folgers 作为美国咖啡行业最著名的品牌，销售额并不低，年销售额接近20亿美元。而宝洁出售它的理由是盈利，但增长缓慢。关于 Folgers 咖啡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的味道很糟糕，除了苦就是苦；也有人认为 Folgers 并不是差，而是平庸。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 Folgers 咖啡的味道很棒，价格又便宜，是喝咖啡时第一个会想到的品牌。而对于这些评价的态度，在 Folgers 的一则广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Folgers 之后便是 Lavazza。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895年意大利都灵 Tommaso 街道，一个叫路易吉 Lavazza 的中年人正在自己的杂货店里用一台传统的滚筒烘焙机研究咖啡豆的拼配技术。当时人们在购买咖啡豆时，就像购买哈利波特电影里的多味豆一般，充满了无限可能。也许你抱回家的就是一罐充满了橡胶、汽油，甚至某种泥土味道的咖啡豆。路易吉尝试将世界各地的咖啡豆混合在一起烘焙，甚至远渡重洋，专门到巴西、哥伦比亚和印度研究咖啡豆。在不断的尝试后，路易吉的咖啡豆受到街坊邻里的热烈欢迎，慢慢的将杂货店转型为手工烘焙店，后来又变成了咖啡店。直到今日，我们依旧可以在都灵的 Tommaso 街道找到此店。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个100年历史文化的 Lavazza 咖啡。时间来到1927年，路易吉 Lavazza Spa 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的成员只有路易吉和他的家人们，包括他的妻子和3个儿子。同年 ，Lavazza 发明了一种咖啡豆包装 Pedgami， 一种羊皮纸包装袋，类似现在的硫酸纸。羊皮纸经过硫酸处理后，形成高强度的保护膜，可用来保存咖啡的香气。这类纸张被广泛用于食品、药品的内衬中。对于想要一次性购买大量咖啡豆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极好的存储方式。但是这种方式锁住咖啡香气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于是，在1950年 ，Lavazza 推出真空包装罐装的咖啡。在1971年 ，Lavazza 又发明了一种新的储存方式，使用真空密封铝箔包装袋来存储咖啡豆，大大增加了烘焙咖啡的存储时间。又到了战争年代，路易吉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Giuseppe 和 Belicli。他们继续将精力投入到咖啡豆的品质中，并于1947年 Allo Studio Bollete 设计了 Lavazza 第一个正式的 logo 标志，中央的字母 A 大于其他字母，寓意着 Lavazza 强大的品牌形象。而这种标志性的设计一直沿用至今。1955年 Lavazza 迎来了重要时刻， Lavazza 传奇拼配咖啡豆诞生，创造出了一种平衡的、具有柔滑的奶油质感和深沉的巧克力风味，并以 Lavazza Paradiso in Tazza 为宣传语，出现在了意大利的各大报纸以及广播中，这也使得 Lavazza 在1957年成为了意大利咖啡行业最大的公司。1977年，随着彩色电视普及， Lavazza 和设计师 Armando Testa 合作创造了2个著名的动画人物，神秘的墨西哥枪手卡瓦列罗和他的爱人卡门西塔。此系列动画一经推出，便在意大利家庭中受到了广泛喜爱。卡瓦列罗和卡门西塔也成为了 Lavazza 的吉祥物，并推出了以卡瓦列罗为形象的摩卡壶。20世纪80年代，公司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在欧洲各大国家都成立了分部，并有望成为欧洲咖啡市场的领导者。而在咖啡机方面， Lavazza 推出的主要是胶囊咖啡机。1989年 ，Lavazza 收购了 UNOPER 公司，成为第一家投资咖啡胶囊系统的意大利公司，并推出了 Espresso Point 咖啡机，主要使用场所是办公室，并于2003年和07年推出 Blue 和 Armando Mio 胶囊咖啡机。
旨在将正宗咖啡师品质的意大利浓缩带入千家万户。除了产品方面，Lavazza 还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成立了 Giuseppe Alberic Lavazza 基金会，目的是改善咖啡生产国的生产条件。通过这一措施，Lavazza 局部改善了8个国家3000多名咖啡豆农的生活条件。时间来到2015年，Lavazza 和 Argotec以及意大利航天局 ASI 合作发明了第一台太空咖啡机 ISS-Presso。报道中 Samansa 演示着在太空中如何享用一杯咖啡。有趣的是，伊利在2008年与可口可乐合作推出咖啡饮品，而Lavazza与百事可乐合作，在2019年也推出了罐装即饮的卡布奇诺。而说到伊利，这同样也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品牌。伊利最初成立于1933年，由一位匈牙利人 Francesco Illy 在意大利成立。这个创始人原本是奥匈帝国的一位军官，在一战过后与妹妹一起留在了刚被意大利统治的 Trieste。公司成立之初经营可可和咖啡贩卖业务，后来专注于咖啡。第2年，伊利就发明了一种咖啡包装技术，使用氮气加压来保存咖啡豆或者咖啡粉。这项技术使得咖啡拥有更长的保质期，以及实现远距离运输。因此，很快伊利咖啡就销往了整个意大利。1935年，伊利发明了第一台使用加压后的水来萃取咖啡的咖啡机，而不是使用蒸汽压力，并以 Illetta 的名字上市。这台机器也是第一台高压浓缩咖啡机，虽然和现在的酒吧还相差甚远，但仍被认为是现代咖啡机的前身。由于其优秀的纯土技术，1939年，伊利咖啡开始销往瑞士等欧洲国家。1962年，伊利在荷兰设立了第一家分公司，开始进军北欧。1980年，伊利的咖啡抵达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也使其成为了第一家实现跨洋运输的意大利烘豆商。伊利的成功也离不开另外一个人，创始人的儿子 Ernesto Illy。1956年，在获取了化学博士学位后，接管了公司。他在化学方面的知识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1957年，在公司建立了研究实验室，主攻咖啡化学，并与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期间开发出众多的发明和专利技术。同年还生产了一种小型罐装咖啡粉，供家庭使用。1974年，伊利首次推出浓缩咖啡粉包 ESE， 全称是 Easy Serving Espresso。这一产品的推出，使得制作咖啡变得更为简单，尤为适合家用以及没有沫的咖啡机使用。ESE 很快便成为了无数咖啡公司使用的通用标准，并于1998年由7家咖啡烘焙商和机器制造商成立了非盈利的 ESE 标准发展和保护联盟，旨在形成统一规范，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选择。ESE 的味道可能不如现磨咖啡，但是其便利性更高。1980年， Ernesto 儿子 Riccardo Illy 加入公司，主攻产品的营销，为公司拓宽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1992年，由 Matteo Thun 设计的著名白色浓缩咖啡杯诞生。这个杯子被广泛用于各种饮用咖啡机的场所，同时也成为了各大艺术家的画布。Illy Art Collection 包含了无数各种绘画的杯子，这也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艺术收藏。1995年， Riccardo 成立了 Francis 并设计生产了自己的浓缩咖啡机 X1， 这是一款小型家用机，精致简单的设计为其俘获了大批用户。1996年，在艺术家 James Rosencios 的帮助下，伊利更改了自己的标志。更改后便是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 logo。为了传播咖啡文化以及普及咖啡知识，1999年，伊利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咖啡大学，学生可以接触并学习到整个咖啡产业链条的知识和创新技术，也毫不吝啬地向咖啡豆农传授种植技术，还不要求豆农的咖啡豆专供伊利公司。随着伊利家族第4代传人 Andrea Illy 上任，公司的创新理念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先后推出小型罐装咖啡粉，成为了公司的标志产品。06年推出 Hyper Espresso 胶囊咖啡机，制作的咖啡拥有更丰富的香气和油脂。2007年研究出伊利摩卡壶，以适应意大利人对不同咖啡的喜好。2008年设计生产出 Mitaka 全自动咖啡机，尤为适合办公室使用。同年，伊利公司与可口可乐合作，推出即饮罐装咖啡，可以随时随地的享用，口味众多，包括咖啡、无糖咖啡、卡布奇诺、拿铁以及摩卡。现如今，伊利公司已经成为了咖啡行业的领头人。2015年，伊利成为米兰世博会和国际咖啡组织的官方合作伙伴，并组织了一项特别的活动 Coffee Coaster， 也就是咖啡集会，吸引了超过1300万人来参加。此外，伊利还向全世界范围推出 Ernesto Illy 国际咖啡奖，以此来鼓励优秀的咖啡种植者。自1933年成立以来，伊利公司在咖啡行业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伊利不断追求进步的创新精神和始终如一的优秀品质，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品牌的咖啡豆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